北约想跟中国坐下来谈，为军用人工智能定规则，是想废掉中国的优势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正寻求与中国在军事人工智能和其他破坏性技术等领域制定相应的规则，达成某种协议。他指出，北约决心为军事领域负责任地使用新技术制定一个共享的、通用的黄金标准，这需要与中国接触，在价值观、原则和使用方面的规则达成一致。其实，北约无非就是想与中国坐下来谈一谈，在军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上做出某些限制。斯托尔滕贝格还表示，中国不是对手，但对北约的价值观和安全构成了一些挑战。这与北约将俄罗斯列为最直接威胁相比，要温和得多，但给人的感觉还是美国搞的以中国进行战略竞争那一套说辞。用北约官员的话说，北约的目标是与中国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进行接触，以实现双方的共同利益，也就是让中国也受益于军备控制协议的透明度、可预测性和安全性的提高。当然，对北约来说，制定一套规则，限制中国人工智能在军事上的应用，对他们是相当有利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网上存在着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北约是想通过谈判让中国接受西方的标准，或者说就是美国的标准。第二种看法是，北约通过此举限制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也就是避免中国军事优势的扩大。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把一项正常的军控规则交流看成是阴谋。北约被美国利用的情况很难避免，但是要想说通过一两次谈判就能限制中国在军事层面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则完全是无稽之谈。首先，中国有必要保持开放的对话态度。中国与美国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应用的领头羊，在中美军事交流全面中断的情况下，通过北约这个平台进行沟通，也不失为一个补救的手段。而且从战略的角度来看，中国国防部官员最近访问欧洲时也走访了北约总部。王毅说过，中国要和北约发展稳定关系，只要双方以平等的地位进行对话，中国似乎没有拒绝的理由。其次，北约秘书长此举是对中国军事科研实力的肯定，当然也体现出西方对中国军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忌惮。北约在这方面没有找俄罗斯谈，却找到了中国，这充分证明了中国的实力地位。我们要明白，规则是强者制定的，中国也需要成为规则的制定者，而不仅仅是规则的遵守者。第三，人工智能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战场胜负，中国在关键问题上不可能让步。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帮助各种作战平台实现快速侦察和目标捕获，快速分析和情报传输，快速判断和辅助决策，有助于提升飞机、导弹、坦克等武器系统的精确打击能力和抗干扰能力，有助于改善精确后勤保障能力等等。中国发展这些技术的权利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但是不让军用机器人拥有自主决策、杀人的权利，这是各国都必须遵守的道德底线。未来人工智能控制的战斗机如何辅助空战，其允许的控制权限，特别是发射武器的权限应该有多大，也是需要画出底线的。总体而言，关于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层面的应用问题，中国完全可以和北约进行对话。在中美军事交流中断的情况下，这种对话显得更有必要，而且不管对话的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中国在军事上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与之相反的是，中国还需要在符合相应规则的前提下，加速发展军用人工智能技术，逐步扩大人工智能的应用范围，使我军的作战效能不断提升，作战实力进一步增强。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